看到热搜的那一刻，我心里那块悬了1年多的石头，总算是稳稳地落了地。判决结果终于出来了，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是闷热了很久的夏日午后，突然吹来一阵带着凉意的穿堂风，大快人心。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韩红当初对她的那句评价，真的一点都没错。那时候可能还有人觉得，前辈对晚辈的夸奖多少带着点客气，或者是节目效果。但经历了这1年多的是是非非，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韩红老师看人，那是真的毒辣，也是真的准。他早就看透了那个在聚光灯下笑得眉眼弯弯的年轻人，骨子里到底藏着怎样的一份干净和通透。今天咱们不聊那些复杂的法律条文，也不去复盘那些乌烟瘴气的网络纷争，就像朋友坐在一起喝杯茶，好好聊聊这件事，聊聊周深，聊聊他在这个喧嚣的圈子里交出的那份最特别的答卷。你知道最让我触动的是什么吗？是他做出这个决定时的安静。当判决结果下来，当他决定把这笔钱全部捐出去的时候，他没有发一条微博，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公开晒出厚厚的转账截图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善良，也没有写一篇声情并茂的长文去解释自己内心的挣扎或者想法。那份转账记录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律师的文件夹里。金额那一栏并没有对外公布具体的数字，但其实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那里面装着的是4场官司获得的全部赔偿款。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它不仅包括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涵盖了这1年来维权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合理支出。律师后来透露，后续捐赠流程他们会全程跟进，确保每一笔款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落到实处。而周深这边呢，1分钱他都没有给自己留下。你想想看，在经历了那么多无端的指责、恶意的揣测，甚至是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消化那些负面情绪之后，他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赔偿。这笔钱在法律意义上是对他受到伤害的弥补，但他却选择把它原封不动地交出去，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善意。这种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真的让人心里酸酸的，又觉得特别温暖。他好像在用这种方式告诉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你们泼给我的脏水，我洗干净了；你们让我受的委屈，我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了。我不欠你们的，但我也不想和你们纠缠了。周深工作室在转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说明时，配文只有短短的2行字，一句是对事情结果的平静交代，另一句是提醒所有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没有长篇大论的铺陈，没有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与陪伴的套话，也没有去解释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的心路历程，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干脆。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太浮躁了，稍微受点委屈，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做点好事，恨不得拿个大喇叭循环播放。但周深没有，他的这种不解释，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底气，也是一种历经世事后的成熟。他不需要向那些曾经攻击他的人证明什么，也不需要向粉丝索要情绪价值。事情做完了，态度摆出来了，底线划清楚了，这就够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从他工作室的嘴里说出来，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反而透着一种历经风雨后的笃定。他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这个有时候显得有些失控的网络环境上了一堂最生动的课。那一天是2026年7月8日。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热搜迅速冲上榜单，而且是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网友的讨论铺天盖地，各种分析、感慨、赞美，甚至是对当年那些黑子的嘲讽，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可是周深本人的微博账号却安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更新，没有互动，连个表情包都没发，仿佛这场持续了1年多，牵扯了无数经历，甚至可能影响过他睡眠和心情的维权风波，只是他漫长人生中一个已经处理完毕的小插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冷漠了，或者是不是在刻意冷处理，其实不是的。如果你了解他，你就会明白，他的安静是因为他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网络上的喧嚣，那是工作的一部分，或者是外界的声音，而他的内心始终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他不需要通过网上的狂欢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判决结果出来了，钱捐出去了，法律给了他公道，这就足够了。剩下的，他不想再消耗哪怕一丝一毫的精力。他可能只是像平常一样，去录音棚磨一首新歌，去厨房给自己煮一碗面，或者只是单纯的发个呆，看看窗外的云。他把那些嘈杂关在了门外，把平静留给了自己时间，回到1年之前。2025年5月13日，周深工作室发布了一则声明。你还记得那天吗？那则声明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是咯噔一下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周深那种能忍则忍，不愿意把事情闹大的性格，如果不是真的被逼到了墙角，如果不是那些谣言和诽谤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和家人，他是绝对不会选择对簿公堂的。那1年零2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对于身处漩涡中心的人来说，每一天可能都是煎熬，从最初的隐忍，到后来的收集证据，再到立案、开庭、等待。这中间要经历多少次律师的沟通，要整理多少页的材料，要面对多少次庭审上的交锋。那个从始至终没有在社交平台抱怨一句的人，把那些委屈和疲惫全都咽进了肚子里。1年零2个月之后，当初那则薄薄的声明变成了4份沉甸甸的判决书。这4份判决书不仅是法律上的胜利，更是他这1年多来咬牙坚持的证明。他没有在深夜里发过一条仅自己可见的崩溃微博，没有在采访里卖过一次惨，他只是默默地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当最后一份判决书生效的时候，他只是转发了律师事务所的说明，然后关掉了手机。那个动作，我想象了一下，应该是很平静的，没有狂喜，没有如释重负的长叹，就是那种终于把这件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的淡然。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提一次韩红当初对他的评价。韩红曾说，周深是个特别干净、特别善良的孩子，而且心里有大爱。当时可能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之词。但现在你看，韩红看人，真的是看透了本质。周深的善良，不是那种停留在嘴上的漂亮话，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他经历过低谷，知道被人误解和攻击的滋味有多难受。他也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这次把维权赔偿款全额捐赠，其实就是他这种本能的又一次体现。他没有把这笔钱当成自己的战利品，也没有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觉得这笔钱因为那些恶意而产生，那就让他以善意的方式回到这个世界吧。他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网络世界里有些人的丑陋与阴暗，但也折射出了人性中最柔软、最闪光的一面。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恶的反击，也完成了对善的坚守。在这个名利场里，见过太多因为一点利益就撕破脸皮的人，也见过太多为了洗白自己而不择手段的人。周深的这种做法简直就像是一股清流，不，它更像是一汪深潭，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转账记录留在律师的文件夹里，后续会一笔一笔的变成远方某所学校的课桌，变成某个重病患者的救命钱，变成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里的一点点微光热搜，仍然挂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往下掉。网友仍然在讨论，有人感慨，有人点赞，也有人依然在不依不饶。而他什么都没有，再说他关掉了手机，可能已经投入到了下一场排练中，可能正在和工作人员讨论接下来的行程，也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好好睡一觉。这场风波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没有狗血的连续剧，没有反转再反转的戏码，只有一个成年人用最体面、最克制，也最善良的方式处理了生活扔给他的一地鸡毛。大快人心，不仅仅是因为坏人受到了惩罚，更是因为好人没有被辜负，善良得到了最好的回响。周深还是那个周深，不管外界怎么喧嚣，他只要站上舞台，拿起麦克风，他的声音依然能穿透所有的嘈杂，直达人心。